哥，你快看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3、2、1，哎，哥，你笑一个嘛！哎，这样就对。哥，我跟你说，这本书真特别好看，你看了一定会喜欢的。天天看这种破书能有什么长进？什么人都可以写书了。哥，他一会儿没事了。那男的实在是太没有品了，别说在我书里面当男主角了，存在长度根本就不可能超过2页纸。怎么了？你真的误会了，刚才那个女孩，那个女孩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当然了，我们2个人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是，你真的误会了。凡是严重的错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没有克制感情的冲动。你知道这句话谁说的吗？不知道就不应该在自己不了解的领域当中对别人指手画脚。就比如说刚刚那本书，你知不知道它在文学畅销榜里连续8周蝉联了冠军，而它的作者甚至被誉为青春文学界当中的普鲁斯特。那本《许你似水年华》。原来你是因为那本书才跟我生气的。我怎么可能生气呢？虽然说诋毁别人的作品确实不太好，但是更重要的是，带着自己女朋友出来玩，不应该对她不管不顾，更不应该随随便便约别的女孩出来吃饭。良心忠告你一句，还是要珍惜身边的人，否则将来等你失去他的那一天，你一定会追悔莫及的。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是我妹妹乌妙。雨，我先到公园等你，你快点啊！你好。在此提醒各位家长，请务必照看好您的孩子。哎，这不就是和你相亲的警察沈木头吗？长得还不错。这位女士，前面灯都黄了，你不踩刹车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错，我全责。出险的照片总要拍一下吧？稍等。哎，你……另外，我还要确认一下你的驾照和行驶证。到这儿了，你快一点！哎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孩子丢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孩子多大了？怎么丢的？就真的没有时间了。你让我先去找孩子，修车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说，行不行？拜托。这位女士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我就是警察，你现在可以把车停到一边，然后把具体情况告诉我，我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，好吗？好。到。10月2日到3日，乌妙全天在家，叫过2次外卖。哥，你快看，这什么鸟啊？大猪，我这边出了点小事故要处理，我会尽快过去的。最近又是丢孩子又是绑架的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我不到，你千万别自己过去啊！
是我。怎么是你啊？原来你就是给我写这个纸条的人啊！什么纸条？这个啊。不过，你一个女孩大晚上在这儿真的不安全。那大晚上这么危险，你出来干什么呀？我来找一些东西，待在这儿别动。站住！你别冲动啊！我们2个人，你一个人你占不了什么便宜的。而且我已经报警了，刚刚。耳朵旁的乌，很高兴遇见你的玉。弹脚，言字旁的弹，明月皎皎的皎。弹脚，弹脚，弹脚。那男的实在是太没有品了，别说在我书里面当男主角了，存在长度根本弹脚不可能超过梁叶子。是你把我送到医院来的呀？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孩子怎么样了？警察已经把他救了，但是那个人跑了。医生也给你检查过了，说只是受了点寒，没什么大碍。你有哪儿不舒服吗？还好。你就是吴宇。你明明就在那艘船上，明明就认得我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你是吴宇啊？可以进来吗？进来吧。谢谢你。你好，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刑警沈时验，感谢你们救下孩子。方便的话，我想了解一下当时案发现场的情况。就你一个人吗？是你？沈时验，这么巧啊！哎，你不是被调去京海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啊，所以说这个案子的目击证人就是你们俩。啊，
你们大概是几点看到嫌疑人的？9点吧。这么晚了，你们怎么会去那么偏的地方？我们约会。女朋友，你没事吧？我听说你掉水里了。我没事，你放心吧啊。都怪我，但我真的太倒霉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先被追尾，然后呢，我的车胎又爆了。等我赶去公园的时候，他们跟我说你都已经送到这儿了，都怪前面那辆车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不？原来你丢了一个这么大的孩子呀！这不是我们沈警官吗？托您的福，孩子已经找到了。团长，我就是路过，待会再联系啊，拜拜。稍等一下。这位女士，你要是再跑的话，就是畏罪潜逃了。你为什么要说我们2个人在约会啊？省事儿啊。难道你要跟那个警察说，你的1年神秘消失了？还有，你收到一个神秘人的纸条，你觉得他会信吗？你跟那个警察好像很熟啊。比你熟。反正我肯定不会骗他们，说我们2个在约会的。我们就是出来约个会，怎么还这么麻烦呀？我刚刚说那些就已经是全部了。我们只是例行公事，理解一下啊。姓名、谭角，年龄、 25。职业。不是沈实验，我的姓名、年龄、身高、兴趣爱好、家庭住址、择偶条件，你都很清楚啊，你怎么还要再问？写小说的，坐下。哦，我们只是标准程序。姓名。姓名。爱你呢。亲爱的，警察呢只是例行公事，确认一下个人信息，你就说吧，没事的啊。无语。行，那我们再来说一下案情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？这不公平啊！你刚问我这么多，你也得问他呀。比如年龄啊、职业啊、家庭住址什么的。你们是情侣吗？啊，在一起多久了？3天，一见钟情。怎么能这么说的？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，我们是1年之前那个游轮旅行的时候认识的，只不过当时闹了那么一点点小误会。不信你可以去查一下那艘游轮，这肯定有我俩信息。那个游轮的名字叫做钻石星辰号。我们是20，这些对案情也没有什么关系，我们还是说一下今天晚上的经过吧，尤其是那个男人的外貌特征。当时我慌慌张张的，哪看得那么清楚啊？最近发生了很多起儿童绑架案，性质很恶劣。目前你们是唯一的目击者，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再仔细的想一想，为破案提供一些线索。
当时我们在湖滨公园一个小树林边上，他是突然蹦出来的，身高大概有1.8米吧，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。只不过当时天太黑了，长什么样子我实在没看清楚。他穿着黑色的大衣，手指关节比较大，耳边有一颗痣。你看得这么清楚？我们这里有张照片，麻烦你们比对一下。就是他。哎，沈诗嫣，那个今天的事情别告诉我妈，我害怕她担心。嗯。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简单问了一下情况。放心吧。你怎么会没事呢？你都掉湖里了，怎么会没事？我都心疼死了。我送你回家。你就这么走了呀？姓名？周小鱼。年龄？25。不像啊。长得成熟也犯法吗？职业？研究生，顺便写写小说。你也是作家，你也写爱情小说？科幻，恐怖。这么重口？我说你该罚就罚，你也不用人身攻击我吧？啊？好，既然你这么想被罚的话，那我们就说说今天的事儿该怎么罚。那要罚也是人家交警同志罚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1. 驾驶时间打电话。2. 闯红灯未遂。3. 肇事后撒谎还企图逃逸。4. 明知故犯，谎报警情。我孩子丢了。什么？你孩子丢了？你让我先去找孩子，修车的事情我们明天再说，行不行？我就是警察，你现在可以把车停到一边，然后把具体情况告诉我。哎，停！你不要再说。你别再说了，我已经知道错了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1、2、3条呢，我会移交给交警部门处理。至于第4条嘛，是性质而言，可大可小。那就小一点，最小的那种，可以吗？哎呀，拜托，我还是名学生，我还有光明的前程在等待着我呢。啊，要不这样，我下部小说呢，我写一个万人迷男主，名字就叫做沈时宴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让你成为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。哎，你在收买执法人员，你知道吗？我明明就是在塑造执法人员在广大群众心中的形象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。那个今晚你先回去吧。啊，把电话留下来，明天结果出来了，我通知你。好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走吧。拜拜啊。你看，你骗得了我，骗不了警察吧？不过这样也好，虽然我没有见到那个留纸条的人，但是却遇到了你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说明是命运的安排，让我们2个人相见，好让你告诉我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也可以帮我找回丢失的1年。
切！回去洗个热水澡，吃点维 C 泡腾片。哦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得跟你道个歉。我记得在船上的时候是我误会你了，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妹妹。对不起啊，虽然这个道歉迟到了1年多。哎，你为什么一直都不肯承认你就是乌玉啊？是因为有什么事情吗？还有啊，你说你今天过去是找东西的，是找什么东西啊？也是跟遇到的这个事情有关系吗？对不起，我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可千万别告诉我，你跟那个人只是凑巧同姓同名，又长得一模一样吧？哎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承认你认识我呢？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哎，你不是说你不认识我吗？那你干嘛还一直跟着我？我住球场宿舍，就在你家对面。那也是在跟着我。哥，你过来一下。哥，怎么了？你说我穿哪件上游轮好看？这件还是这件？哎，或者裙子呢？哥，喝点水吧。啊！你怎么又拿我最喜欢头上绑资料？还是要珍惜身边的人，否则将来等你失去他的那一天，你一定会追悔莫及的。谁啊？你怎么开门之前都不看看是谁啊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家技术宝宝今天遇到这么大的事情，当然要过来陪陪你啦。你只是单纯的觉得懒得回家去才来我这里的吧？看破不说破啊！但是我要好好跟你说说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不能随便开门，那万一进来的是什么坏人，你怎么办？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你看。我都摆了一双男士拖鞋在这里吓唬人呢。呀，那也没有别的拖鞋了，你就先穿这个吧。你当真谁啊？吓唬谁呀？把拖鞋放里面。哎，你今天不是要去找那个什么纸条的人对接吗？你怎么后来又跟乌玉在一块儿啊？还成了案件的目击者。
我怎么知道？我总觉得这些事情不是什么巧合。你想啊，你最近经历的这些事情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乌玉一直都在你的身边。可能是我多疑了，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，这一切发生的原因，是因为他？谁呀？问一下。谁啊？走。啊？姐姐，于姐姐好。怎么是你啊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爸呢？我爸不就是你爸吗？你是不是应该叫咱爸？好好说话。我爸不是咱爸，他太过分了。说好我过生日带我去迪士尼玩的，结果昨天跟我说他太忙了，问我能不能去市动物园。市动物园太搞笑了，他当我是小孩吗？然后呢？我必须让他知道敷衍亲生儿子的后果，所以我就离家出走了。你可千万别告诉他。你自己儿子离家出走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外面最近很危险，总是有小孩失踪啊？你怎么当爹的？姐姐，不跟你说了。哎呦喂，宝贝儿，你是怎么睡的呀？睡觉了，你快进被子里去。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都快通关了。玩什么游戏？乱七八糟。哇，这可是今年最火的游戏，太好玩了。哎呀，你都不知道。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？哎呦，我这一年过得特别不好，你不上你不在，我真是寂寞死了。哎，但你放心，我可是没有出轨，我一直为你独守空闺。那我妈呢？你放心啊，阿姨不仅身体倍儿好，生意也越做越好，上个礼拜还上了大理的美食榜呢。你看了丁墨大神的《理智与情敌》吗？太好看了！你看我一年没更新，粉丝都爬墙了。哎呀，这些东西都是昙花一现，你现在都回来了，粉丝们也肯定都会回来的。我一定要把我这消失的一年给找回来。谭小姐，谭小姐，楼上是我们的宿舍。我真的有事找他，我说几句我就走啊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没事儿，先去忙吧。哦。还没吃饭吧？啊？一起吧。坐。昨晚我态度不好，向你道歉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不管是船上的人，
还是站在你对面的人，都只是生活的过客而已。大家可能会一起吃完一碗面，但是吃完之后还要往前看，各有各的生活吧。可是你不是我生命当中的过客。我在这个世界上整整消失了1年，而你是我记忆消失之前唯一记得的人。啊，就像这2块表一样，虽然我的表9点半的时候，你的表闹钟响了，可是这2块表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联。我虽然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，跟我也没有任何的关联。所以你不是过客，你是我和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。如果我真的认错了人，那你就当成听了一段离奇的故事吧。我给你道歉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自己找回丢失的那1年。这船好。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即使每天只是重复的工作、休息，那也是他们无法替代的专属记忆。而我却被这份专属给遗弃了。谭小姐人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呀，有机会可以接触接触。生活就是这样，你拼了命想找回的，也许恰恰是别人拼命想忘记的。谭角，你仍是初见时明媚勇敢的样子，而我却再也不是想要留住你的心境。怦然心跳，属于我的瞬间，是你一个空间，管我前世姻缘，是你一双慧眼。人生很多瞬间是只属于一个人的，有时候是怦然心动，有时候是一眼万年，还有时候是很高兴遇见你。我是无语，既然我是你和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联系，我就不会再宿仇。我们的宇宙源于一场大爆炸，而构成我们身体的重原子，就是大爆炸诞生的星辰。如果2个人身体的重原子是来自同一个行星的星辰，那么他们就会被彼此吸引，无论经过多少时空，都不会迷失方向。属于我的瞬间。
没想到你除了会修车，还会修手表呢。原理是一样的，就是解决系统中存在的问题。怎么样？问题大吗？就是齿轮松了。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齿轮影响这么大。齿轮是手表的介质，看起来是束缚，但是它固定了指针的坐标，让指针有了方向。失去了齿轮的手表，看似是自由的，其实漂浮在另外一个世界。好了，应该不会再停了。以后我们的时间就一样了。谢谢。哦，对了，船上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也失去了一部分记忆，但不是一整年，应该说是失去了一部分在船上的记忆。怎么说呢？下船的事儿我都记得，但是在船上遇到你，包括发生误会，我也都记得。但是误会发生之后，记忆便消失了。怎么会这样的？更奇怪的是，在一段时间里，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自己失忆。就像我妈和壮鱼一样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消失了1年。我也询问过其他几位游客，他们遇到的情况和我一样。那船上的事情就变成了一个谜，那我这1年的记忆就真的找不回来了吗？倒也不是。看这些照片，这不是之前儿童绑架案的照片吗？可是这些照片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些照片里面都出现了这种鸟。你也意识到了？这种鸟在船上也出现过。这是红枕燕鸥，是南太平洋地区独有的物种，却出现在大黎，而且还出现在每一次的绑架案中。姐姐，李姐姐好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爸呢？我爸不就是你爸吗？你是不是应该叫咱爸？好好说话。完了，昨天晚上这只鸟好像在盯着我弟弟。他在哪儿？花园路103号，再往前3个路口。